穿越斗羅，你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唐三定制了一款人生模擬器，只因你覺醒了煉甲成真系統，不僅可以編造他人的模擬內容，而且當對方對此深信不疑時，虛假還會轉換為現實。隨着唐三對模擬內容越發相信，你為自己編造的天才人設竟化假為真。此刻一道系統的提示音在唐三腦海中響起，人生模擬器系統加載完畢。唐三如临大敵，你究竟是什麼東西？為何侵入我的身體？冰冷的提示音再次響起，宿主靈魂穿越至此位面，乃系統能量所為。唐三的呼吸停滯了一瞬，穿越那可是埋藏在他靈魂最深處，連父親唐昊都未曾透露的絕密，這讓他對系統的話信了幾分。為什麼是我？或者說你背後的存在有什麼目的？系統行為遵循既定規則庫，無獨立意志。唐三眉頭緊皺，這個名為系統的東西說的話，他一句也沒有聽懂，但光憑這點也讓他對系統不得不信了幾分。他深吸一口氣，當下做出決定，開始模擬。與此同時，你緩緩睜開了眼睛，煉甲成真系統上方代表信力點數的那一欄微微跳動了一下。系統的核心很簡單，消耗信力點，將編造的虛假轉化為真實。信力點來源於他人對編造內容的信任，而大氣運者則是最高效的信力來源，這也是你選擇綁定唐三的原因之一。隨着模擬的開始，唐三的意識已經沉入谷底，他感覺自己仿佛成了一個幽靈，附着在另一個自己身上，能感受卻無法做出任何干預。而這第一幕便是武魂覺醒那天，只見一株淡藍色的小草正從他右掌心處憑空浮現出來，同時左手處也出現了一個錘子，這難道就是這個世界的特殊力量嗎？在測出先天滿魂力後，唐三的疑惑更甚，魂力是指我修煉的玄天宮內力嗎？看來這個世界就像系統所說的一樣，是用這種方式來衡量內力強弱的。帶着滿腹疑惑，模擬中的自己回到了鐵匠鋪。唐昊在看到他右手浮現的藍銀草時，只是淡漠地瞥了一眼，便要繼續躺下。然而模擬中的自己卻是說了一句：“爸爸，我好像還有一個武魂。”唐昊猛地起身，雙生武魂，竟然是雙生武魂！父親的聲音中是前所未有的激動。記住，要用你左手的錘保護好你右手的草。唐三不是傻子，父親為何如此在意這錘子和草到底代表了什麼？場景變換，模擬中的自己在諾丁學院拜玉小剛為師，玉小剛為他規劃的藍銀草發展路線核心便是控制，他帶領自己去森林中獵取第一魂環。在實戰中，玉小剛的无力暴露無遺，他那個名為羅三炮的武魂幾乎毫無作用，最終是自己依靠唐门絕學才將其擊殺。附身的唐三眉頭微皺，這位老師似乎只懂書本上的東西。時光飞逝，為了幫一個叫奧斯卡的夥伴獲取第三魂環，眾人不得不深入星斗大森林。隨後小五就被一頭巨猿抓走了，模擬器中的自己不顧一切地追了上去，將夥伴們的呼喊拋之腦後。他拼命追趕，卻被另一只強大的蜘蛛魂獸攔住了去路。一陣搏殺後，自己耗盡了所有魂力，幾乎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了。然而危機並未結束，一對自稱龍宮蛇婆的老夫婦帶着一個少女出現，聲稱那只被自己殺死的魂獸是他們的目標。自己的解釋毫無作用，龍宮揚起拐杖就要將自己斬殺。模擬中的他充滿了絕望與不甘，附身的唐三也感同身受。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身旁的土地猛地裂開，無數粗壯無比的藤蔓破土而出，剎那間竟化作一條栩栩如生的巨大木龍。藍銀龍之怒，話音落下，那道巨大的木龍發出一聲無聲的咆哮，向着龍宮蛇婆衝擊而去。龍宮蛇婆面色巨變，那木龍每一次撲擊擺尾都蘊含着封號鬥羅級別的恐怖力量。在驚險地躲過一次致命的龍首撞擊後，龍宮再也顧不得顏面，急忙高聲喊道：“閣下到底何意？在下並無意與閣下為敵。”話落，一道年輕帥氣的身影緩緩從陰影中踱步而出。見此人面容不過20左右模樣，而來人正是海星。龍宮蛇婆的眼中滿是震驚與駭然，此人本作寶了。話落，他右手掌心向上，一株如同水晶雕琢而成的小樹緩緩浮現，竟然是十分廢物的藍銀樹。但這並不是最震撼的，真正讓在場眾人驚恐的是此人腳下升騰而起的8道魂環。20多歲的魂鬥羅擁有2到10萬年魂環，武魂還是與藍銀草同樣廢物的藍銀樹，這怎麼可能？龍宮的臉上擠出誠懇的笑容，非常抱歉，閣下，在下並不知唐三小友竟是您看中的人，方才多有得罪，我們這就離開。他的態度極其謙卑，與先前的樣子判若兩人。唐三震驚了，經過這段時間在人生模擬器中的經歷，他清楚地知道魂鬥羅以及這位青年的魂環配置是何等的驚世駭俗。最關鍵的是藍銀草，那個被所有人認定為廢武魂的藍銀草，在此人手上竟能爆發出如此毀天滅地的威力，這使得他看向海星的目光中不由自主地帶上了一絲敬佩。你將众人的震撼盡收眼底，第一步印象已經成功種下，接下來就要讓這印象徹底在這位天命之子的心中生根發芽。你目光平淡地掃過龍宮蛇婆驚魂未定的臉，我想你們誤會了什麼，我跟這個小子並沒有什麼關係，你們之間的恩怨我本無意插手，但因為區區一只魂獸的歸屬，便對一個潛力不凡年僅12歲的少年痛下殺手，這並非強者所為。龍宮蛇婆連忙躬身行禮，青年似乎無意與他們多做糾纏，隨意地擺了擺手，多謝前輩救命之恩。唐三掙扎着站起身，對着你深深鞠了一躬，若有需要唐三效力之時，晚輩定義不容辭。青年不以為意地笑了，我能需要你這30級的小子做什麼？不过如果我沒看錯的話，你小子的武魂是藍銀草吧？唐三不敢怠慢，連忙亮出自己的武魂。你仔細打量着唐三手中的藍银草，輕輕地嘆了口氣，你這武魂應該添加了毒屬性，甚至是動物形態的魂環吧？唐三心中一驚，連忙恭敬點頭。青年眼中帶上了一絲惋惜，你的老師是那個玉小剛吧？唐三陡然一驚，內心瞬間被警惕和疑惑填滿。如果我沒猜錯，你應該是在6年前入的諾丁學院對吧？唐三又是一愣，難道前輩之前就認識我？青年仿佛陷入了某種回憶。6年前，我聽聞諾丁城出了一個先天滿魂力的藍銀草魂師，心中頗為好奇，便想去見一見。但當我表明想見見你時，卻被玉小剛給攔住了。我並未隱瞞自己的來意，直言對那位先天滿魂力的藍銀草魂師感興趣，或許可以交流一番。
如果人品沒什麼問題，我也有意收為弟子。說着，青年的語氣裡帶上了一絲難以壓抑的怒意。可當我表明來意後，他卻把我罵了一頓。他當時是不是還對你說過，藍銀草就應該往毒和控制系發展，認為植物武魂吸收動物魂環是某種智慧的體現？唐三瞳孔猛縮，這位前輩所說的細節，竟與當年玉小剛說的幾乎分毫不差。一股難以言喻的荒謬感和隱隱的不安開始在他心底蔓延開來。這是他第一次對玉小剛產生了動搖。可惜了，一棵好好的苗子，卻走了斷絕前力的彎路。這句話如同重錘，狠狠敲在了唐三的心坎上。看着眼前明顯受到巨大衝擊的唐三，你知道火候已到。在人生模擬的沉浸式體驗下，此刻唐三的感受與模擬中的自己幾乎同步，正是灌輸新觀念的最佳时機。你可知藍銀草它最重要的優勢究竟是什麼？唐三思緒有些混亂，他斟酌着回答道：是藍银草的包容性吗？而且藍银草对於魂力的消耗很小。唐三将玉小刚的理論和盘托出，然而青年对他所說的理論卻报以毫不掩飾的嗤笑。你說的這些東西都是玉小刚那家伙告訴你的吧？唐三緩緩點頭，呵呵，一個29級的大魂師倒也敢對其他武魂評頭論足起來了。他恐怕連吸收万年魂環時會遭遇靈魂震盪這種魂師界稍微有些傳承的家族都知曉的基礎禁忌，都未必跟你提過吧？唐三心中一驚，一股寒意悄然爬上脊背。他猶豫了一下，前輩的武魂應該不是簡單的藍銀草吧？你搖搖頭，你的武魂才不是普通的藍銀草。你以為普通的藍銀草有資格與那天下第一武魂昊天錘形成雙生武魂嗎？唐三渾身巨震，臉上寫滿了極致的驚駭與難以置信。前輩，你仿佛看穿了他的一切心思，不必否認，也無需驚慌。我能看出來，自然有我的道理。尤其是其中一個是昊天錘的時候，說着你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現在你還要堅持認為，你那能與昊天錘並列的藍銀草，只是一個需要靠毒和迷惑性才能生存的廢武魂嗎？你有些惋惜地嘆了口氣。玉小剛為你規劃的路走窄了，也走錯了。青年的話如同一記重錘，狠狠地砸在了唐三的心房上。看着唐三遭到巨大衝擊的樣子，你決定再加一把火。看來你那父親並沒有告訴你關於你母親的事。唐三迷茫地抬起頭，否則你又怎麼會認為身為藍銀草一族的皇者所生下來的後代，其繼承的武魂會是一種任人踐踏的普通的藍銀草呢？唐三呼吸驟然停滯，大腦徹底陷入空白。他張了張嘴，迫切地想要抓住眼前這位似乎知曉一切的前輩。然而就在他第一個音節即將吐出的瞬間，系統的警報聲卻突兀響起，緊接着眼前的景象迅速消失不見。等他再次睜開雙眼，自己已然回到了現實，先前的一切仿佛都是一場夢。系統，再模擬一次，我要知道母親的一切。他可是清楚地記得，那個系統說過，初始贈送的模擬次數是2的。然而回應他的就只有那毫無感情的機械音。下次人生模擬開啟，需等待冷卻時間結束，冷卻時間3個月。唐三如遭雷擊，他頭一次覺得3個月是如此的漫長。巨大的謎團和對真相的渴望，讓他心亂如麻。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此刻正對着系統不住的點頭。雖然信力值只增加了1點，但這也證明唐三已經對此產生了最初步的信任。然而就在你準備閉目休息之時，異變陡生，信力點開始以恐怖的速度瘋狂飆升，眨眼間就漲到了12萬點。你震驚了，這就是天命之子嗎？你連忙打開系統，發現當前的人設完整度就只有30%，強行轉化的話性價比過低。另一邊，唐三默默地收拾着碗筷，心裡想着模擬中的內容。經過反復的推敲，他想到了2種可能：要麼此事有着難以啟齒的隱情，要麼母親可能已經，而且在背後應該也藏着極其可怕的敌人，讓父親只能借酒消愁。這個推斷讓父親如今頹唐的模樣有了解釋。再結合那位前輩所說的話，自己這個鐵匠父親也絕不簡單。3個月的時間轉瞬即逝，唐三在老傑克的帶領下向着村子中央走去。走進店內，唐三忍不住倒吸一口涼氣，只因這裡的場景與他記憶中的畫面完全重合，甚至就連人群的站位都與模擬中的一模一樣。您好，尊敬的戰魂大師，這次要麻煩您了。老傑克恭敬地向年輕人行禮。唐三還記得這位青年名為素雲濤，我時間不多，現在就開始吧。素雲濤面無表情道。隨後武魂覺醒儀式開始有條不紊地進行，一切的流程都與模擬中的畫面嚴絲合縫。唐三內心充滿了複雜的矛盾，他害怕那預言的真實，因為那代表着他的命運可能不再由自己完全掌控，但他也同樣害怕那是虛假，因為那代表着自己不再是双生武魂的絕世天才。他深吸一口氣，緩緩走進光照，隨着暖流的湧入，他的右手不受控制地抬起，一株熟悉又陌生的植物緩緩浮現。藍銀草，果然是藍銀草。幾乎是同一时間，他的左手也傳來一股截然不同的悸动，不用看也能感覺出那是一個錘子。對上了，全部对上了，一模一樣。這鐵一般的事實無情地宣告了人生模擬器的真實性。與此同時，你看着面前不斷暴漲的數字，嘴角壓不住的上揚。接下來該我登場了。你已經決定要在唐三的第2次模擬中編造一個讓玉小剛形象破產，同時讓自己封神的劇本。另一邊，唐三回到家後便開始回憶小五被抓的細節。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此時的唐三冷靜地發現了其中的蹊蹺。就在他思索之際，唐昊的聲音突兀響起：怎麼沒叫我？你武魂覺醒了嗎？唐三默默地抬起了自己的左手，只見一把藍色的小錘正懸浮在唐三的掌中。唐昊的臉色陡然一變，一股如有實質的冰冷殺意瞬間彌漫開來。你覺醒武魂的時候，都有誰看到了？唐三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他連忙將昊天錘收起，同時抬起了右手，一株淡藍色的小草悄然浮現。見狀，唐昊身上那骇然的煞氣瞬間消散於無形。雙生武魂，竟然是雙生武魂！我的兒子！唐昊語氣裡滿是激動，記住，要用你左手的錘保護好右手的草。突然，他像是又想到了什麼，你當时覺醒時，向那個武魂殿直视伸出的是右手吧？唐三點頭。唐昊深深看了他一眼，
隨後轉身回到了房間。一天的時間緩緩流逝，唐三盤膝坐在自己的小床上，開始模擬。下一秒，眼前的畫面陡然一變，他能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比上一次模擬大了一圈，距離第一次模擬似乎已經過去了2年左右。唐三有些震驚，僅僅2年就有4人達到了35級以上，甚至他自己都達到了魂宗級別。在眾人離開後，玉小剛單獨將你留了下來。這次全大陸高級魂師學院大賽，你那個師傅會不會過來觀看？唐三心中警鈴大作，老師，這我倒是不清楚。聞言，玉小剛冷哼一聲，語氣帶着明顯的陰陽怪氣，我還以為你有了這個神通廣大的師傅，早就不認我這個沒什麼本事的老師了呢。唐三總算明白了過來，難怪模擬中自己的進步會這麼大，原來是拜了海星為師啊。老師，您千万不要這麼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主要師傅他主修的便是藍銀草，所以。然而聽到他這番話後，玉小剛語氣中的諷刺更濃了。是啊，主修藍銀草，年僅20歲便能達到那般修為的絕世天才，自然不是我这種只會紙上談兵的老師能夠比得了的。話裡話外都是對唐三忘恩負義的諷刺。作為旁觀者的唐三能清晰地感受到模擬中自己的焦急與無奈。時間在模擬中飛速流逝，轉眼就到了大賽開幕的日子，一切的發展都與原著別無二致，唯一的不同點就是唐三的實力有了質的提升，直接將這場大賽完成了一個人的遊戲。然而這天他卻遇到了問題，蒼輝學院的帶隊老師10年因懼怕唐三的天資，便決定親自解決掉這個隱患。可模擬中的唐三見狀卻只是嘆了口氣，他從懷裡掏出一顆藍色種子，師傅，接下來就靠你了。說着便將一股魂力注入到那枚藍色種子中，只見那枚種子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開始瘋長，眨眼間就化作了海星的模樣。旁觀的唐三心中一驚，果然是海星前輩。10年眉頭緊鎖，眼前的景象已經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範疇。還不等他回過神來，海星的替身已然將目光轉向了他。一個小小的魂聖，想對我的弟子做些什麼？話落，整個夢境開始瘋狂的扭曲變形，無數堅韌的藤蔓正將10年捆得嚴嚴實實。這不可能！10年發出了絕望的嘶吼，自己的武魂魂技竟然瞬間被他人奪去了控制權，這完全顛覆了他的認知。然而海星化身並未理會他的咆哮，轉而看向唐三，去吧，徒弟，他的生死便交由你處置了。見此情形，旁觀的唐三心中不禁泛起波瀾，這是他兩世為人都極少體驗過的情感。唐三緩緩抬起右手，下一秒，無數藍銀草藤蔓猛地從10年身上鑽出，瘋狂吸取着10年的一切。短短幾個呼吸的時間，就長成了高達數米的奇異樹木，樹木的根部散發出一點七彩的光芒，竟是一塊七彩魂骨。唐三疑惑地看向一旁的海星，海星神色古井无波，一塊比較稀有的頭部魂骨，與你倒是有些緣分，你收着吧。唐三本欲推辭，只是話還沒說出口，海星的身影就緩緩消失，只留下一句若有若無的叮囑：勤加修煉，勿要懈怠。旁觀的唐三心潮起伏，他深知頭部魂骨的稀有與強大。謝謝你，師傅。之後的日子，模擬的景象在唐三眼中飛速流轉，史萊克學院最終脫穎而出，獲得了前往武魂城參加總決賽的資格。然而就在他們趕路的第11天，隊伍卻遭到了襲擊，弗蘭德、趙無極等人面色凝重，將小怪物們護在中間。旁觀的唐三注意到，在如此混亂的時刻，大師玉小剛卻不知所蹤。就在眾人剛剛離開落石覆蓋區域之際，密密麻麻的黑衣人就如同潮水般朝着下方慌亂的人群發起了衝鋒，各大學院之間毫無配合，只能各自為戰。就在史萊克學院剛借暗器稍佔上風之時，3名氣息額外強大的身影躍眾而出，是1名魂鬥羅和2名魂聖。暗器在此等強者面前失去了作用，眼看那魂鬥羅就要將史萊克眾人斬於當場，一道蒼老的聲音卻悠悠響起：欺負小孩子算什麼本事？好久不見了，英雄！強大的魂技硬生生逼停了魂鬥羅的撲擊，而來人正是龍宮夢鼠。唐三等人又驚又喜，洛爾迪亞拉的眼中閃過一絲惱怒，然而他卻並未選擇與龍宮蛇婆硬拼，而是發出了一聲尖銳刺耳的長鳴。龍宮臉色微變，你還有同夥？洛爾迪亞拉冷聲道：我勸你們夫婦速速離去，否則等下想走也走不了了。那你就先從老夫的屍體上踏過去吧。龍宮鬚髮皆張，表明了死保史萊克的決心。就在這劍拔弩張之際，一個陰柔的令人頭皮發麻的聲音響起：好久不見啊，龍宮蛇婆。來人不是別人，正是菊鬥羅月關。龍宮夢鼠眉頭緊皺，你就非要殺這群孩子不可嗎？我告訴你，如果你真的這麼幹了，一定會後悔的。月關看了洛爾迪亞拉一眼，示意他趕緊動手。洛爾迪亞拉眼中凶光一閃，金色羽翼再次展開。就在這絕望時刻，一層金紅色光芒毫無徵兆地從小舞身上彌漫開來，形成一個光罩，將唐三等人護在其中。月關瞬間出現在小舞面前，神色震驚：這是相思斷腸紅，你竟然得到了相思斷腸紅的認可。緊接着他那敏銳的感知力迅速掃過在場的其他人，臉上驚駭之色更濃，還有奇榮通天菊的氣息。你們竟然服用過如此多的仙草。他看向眾人的眼中滿是惋惜，可惜了，你們必須死。月關，你想讓誰死？平靜的聲音在所有人的耳中響起，緊接着一棵粗壯無比的巨型藍銀樹衝天而起，幾乎瞬間變形成了茂密無比的幽藍色森林。那1000多名黑衣人根本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就被无數瘋長的藤蔓盡數吞噬，生死未知。月關的眼中滿是震驚與駭然，是你，海星，你居然想要插手武魂殿之事？你淡然一笑，武魂殿要動我的人，我又怎能坐視不管？月關試圖做最後的勸說，可你卻只是搖了搖頭。我無意與任何人為敵，但若有人執意要傷我弟子，那便是我的敵人。月關無奈地嘆了口氣，既然如此，那就休怪我不念舊情了。話音未落，两人身影骤然碰撞在一起，強大的魂力波動席捲四方，眾人不得不連连後退。許久，兩人的身影才分開。月關似乎吃了點小虧，海星，你好自為之。說罷，他便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在天際。危機解除，所有人都長舒一口氣。師傅，你望着月關離去的方向，對唐三解釋道：不必疑惑，月關此人痴迷於花草之道，
我與他因探討草藥知識而相識，算是有幾分交情。今日他看似出手狠辣，實則以暗中留手，方才一戰不過是做給旁人看的戲碼罷了。旁觀的唐三心中更是震動，原來如此，那些仙草想必都是師傅尋來或培育後賦予的。之後總決賽如期舉行，史萊克學院最終奪得大賽冠軍。然而在頒獎典禮上，小舞10萬年魂獸的氣息暴露，武魂殿的矛頭直指小舞，唐三毫不猶豫地將其護在身後，場面瞬間失控，武魂殿數位強者同時出手，眼看唐三就要被撕成碎片，一聲龍吟響起，一條巨大的藍銀木龍悍然從唐三的前方破土而出。師傅，唐三驚喜萬分，海星，你又要與我武魂殿為敵嗎？比比東面色冰冷，你沉默了，拿下他們，格殺勿論。剎那間，7位武魂殿封號鬥羅同時爆發出了恐怖的魂力威壓。面對如此絕境，你終於不再保留，一股遠比之前更加浩瀚磅礴的氣息從你體內緩緩彌漫開來。緊接着，令整個武魂城乃至魂世界都為之失色的一幕出現了：3枚10萬年魂環的封號斗羅，擁有1000年第2環、萬年第4環，年僅26歲，全場瞬間陷入死寂，隨即爆發出震天的嘩然。寧風致更是失態地站起身，手中的7寶琉璃塔都差點脫手。這怎麼可能？比比東眼中也爆發出前所未有的震驚。海星，你果然是天縱奇才，只要你臣服於武魂殿，以往恩怨一筆勾销，本座可許你長老之位。不必了，你直接打斷道：道不同，不相為謀。比比東臉色陰沉下來，既如此，那就隕落在此吧。動手！這一次，不僅是7位封號鬥羅，就連比比東本人也加入了戰鬥。面對8方強敵，你毫無懼色。只見你雙手結印，一條遠比之前更加巨大的藍銀木龍咆哮而出，不由分說地捲起史萊克眾人，強行將他們送到了遠處的弗蘭德等人身邊。師傅，不要！模擬中的唐三目眦欲裂，拼命掙扎，想要再衝回去，帶他們走。你的聲音中帶着不容置疑的決絕。下一刻，你轉身面對漫天強敵，藍銀普渡，菩提無量，一尊龐大到難以想象的巨型木人以極快的速度拔地而起，他托舉着你緩緩升入高空，戰鬥瞬間爆發，無數強大的魂技如同流星般轟向那尊頂天立地的菩提木人，而你站在木人肩頭，一連4個魂技同時用出，一度在8大強者联手下濒臨破碎的木人，在磅礴的生命洪流中瞬間恢復如初，甚至威能更盛。第8魂技永續灵芝之河，你将自身與菩提法相連，短時間內近乎不死不滅，硬抗了無數次致命攻擊。第9魂技星運生元界，最強的生命領域展開，直接扭轉戰局，極大限制了对手的恢復與輸出。旁觀的唐三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這場曠世之戰，那極致於生命與增幅的運用，為他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你以一己之力硬抗8大強者的圍攻，雖處於絕對下風，卻始終未曾敗退。然而就在戰局陷入膠著之時，一股更加霸道的氣息猛地從武魂殿深處的供奉殿中爆發出來。何人敢在武魂城撒野？來人正是武魂殿2供奉金惡鬥羅。隨着他一拳轟出，菩提木人禁不住踉蹌2步，在金惡鬥羅的攻擊下，菩提法相的裂痕越來越多，恢復速度開始跟不上破壞速度。就在你思索如何脫身之時，一柄巨大的昊天錘悍然將眾人逼退。海兄弟，唐某來助你。趁着武魂殿众人被昊天錘威慑的瞬間，你立刻操控着殘破的法相猛地收縮，化作一道幽藍流光，捲起不遠處的唐三和小舞與唐昊會合。脫離險境後，唐昊停下腳步，對着你深深行了一禮。海星兄弟，大恩不言謝，日後如有需要，唐某定在所不辭。之後你獨自前往了冰火兩儀眼療傷，唐昊則帶着唐三前往了藍銀森林，目的是為了覺醒唐三血脈中傳承的藍銀皇血脈。在藍銀王的引導下，覺醒儀式開始，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然而就在血脈覺醒即將完成之時，唐三身上的第1魂環竟不受控制的閃烁，一股與周圍純粹生命气息格格不入的毒性能量猛地從這個魂環中反噬而出，瞬間污染了那正在蛻变的血脈。整個藍銀森林都發出了悲鳴。唐三慘叫一聲，覺醒儀式強行中斷。是毒，他的那個魂環吸收了蘊含毒屬性的魂獸力量，正是這該死的毒素阻斷了皇的覺醒。聞言，唐昊如遭雷擊，他身上的殺氣再也無法抑制。玉小剛，旁觀的唐三亦是如遭雷擊，一股強烈的後怕與慶幸湧上心頭。模擬中的唐三神情複雜，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理念早已深入他的內心。他拉住唐昊的手臂，父親，事已至此，您就算殺了他又能如何？唐昊猛地甩開唐三的手，斷人前途如同殺人父母，此等大仇豈能作罷？就算不取他性命，我也要讓他付出代價。是夜，一道如同鬼魅般的黑影悄无聲息地潛入了史萊克學院，而玉小剛對此卻沒有絲毫察覺。正當他準備對着魂獸資料研究一番之時，忽然感覺脖子一緊，緊接着便兩眼一黑，失去了意識。等他再次睜開雙眼，就發現自己已經被帶到了一片荒地裡。唐昊的身影矗立在前，冰冷的殺意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唐昊，你想做什麼？唐昊沒有廢話，直接把玉小剛變成了太監，同時還當着他的面將那所謂的10大核心競爭力貶得一文不值。正是你那愚蠢的理論，讓你引導小三吸收那些毒屬性魂環，污染了小三體內的藍銀皇血脈，徹底斷絕了他覺醒頂級武魂的可能。玉小剛尖叫一聲，這不可能！極度自負的他不願相信自己的失敗。唐昊冷哼一聲，封號鬥羅的威壓如山岳般狠狠壓在了玉小剛的身上，玉小剛根本無法抵抗，整個人重重跪倒在地。看着对方狼狽的模樣，唐昊心中的悔意更甚。同樣是为人師表，差距怎麼能這麼大？飞舞，唐昊最終強壓下斩殺剛子的衝動，只是廢了他的武魂。
魂，便頭也不回地離去。劫後餘生的玉小剛緩了許久，才掙扎着站起身。他怕了，他需要一個絕對安全的庇護所。於是他拖着傷軀，再次找到了那個令他無法忘懷的女人。果然，比比東心軟了。玉小剛隱瞞了藍銀皇覺醒失敗的真相，只是強調唐昊無故遷怒於他。有了比比東這座靠山，玉小剛的心態發生了轉變。回想起唐三拜師海心的種種，一股強烈的嫉妒湧上心頭。他越想越氣，最終心一橫，直接把唐昊父子具體的藏身信息以及唐三母親的機密全都告訴了比比東。數日後，巨大的爆炸聲打破了山谷的寧靜，一众武魂殿強者骤然降臨。唐昊雖強，但終究雙拳難敵四手，最終倒在地上，徹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就在比比東馬上就要痛下殺手時，一道幽藍光芒閃過，堪堪將唐昊救走。來人正是察覺到不对，急速趕來的海星。擺脫追擊後，你帶着奄奄一息的唐昊來到了唐三所在的山洞。父親，唐三撲到唐昊身邊，眼含熱淚，是玉小剛，他帶着比比東找到。話音未落，唐昊就徹底暈死了過去。玉小剛，無論是模擬中的唐三，還是旁觀的唐三，同時發出一聲嘶吼，一股難以形容的暴力氣息從他身上衝天而起。